乾坤中静默的世界，明暗交叠的夜，我从混沌中来书写漫天风和雪，折落凡尘的空裂，一剑划破日月，用血千万遍与我为尽生命所见，以血铸剑刺破黑夜，不负天命的书写，烈火的热烈劈开日月，不畏风雪，复兴天下的真烈，为战胜不顾一切，这一场轮回杀，能见这一世化改变。我要复仇！他们杀了这个世上唯一对我好、给过我温暖的人。我要力量，足以向仙盟复仇的力量。我要复仇！穆玄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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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学长，我疼。我知道，别说话了。高秋明，你又不是故意的，你内疚什么呀？踏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。高秀氏与谢城主有婚约，如今看来，谢城主却与穆姑娘纠缠。造孽！高秀氏，听闻城中出现了暗阻，我特来帮忙。高秀氏，可还好？眼见心上人移情别恋，怎么可能好？弗兰生，你问什么废话？难不成他看到我错帮暗族的事了？这也太丢脸了，一定不能让他说出去。多谢傅修士关心，刚刚的事情我也没有想到会如此，还请傅修士不要外传。被未婚夫背叛这种事，他自然不想让别人知道。没事，你放心，我这人最能保守秘密了。只是这事儿吧，得谢城主和穆姑娘之间也收敛收敛。他的意思是让我想办法堵住穆玄灵和谢雪晨的嘴。啊，傅修士的意思我明白了，多谢提点。明白就好。遇上这种事儿，不哭不闹，真是个坚强的姑娘。逃走了。不对，若有此力量，早就应该破困离开，不会被炎灵困住多时。看来是有人救走的。
可灵窍破损，修不了灵力。不仅修炼不了灵力，连灵力也无法吸收吗？原来真的很疼。魔宫带给你的痛，你到底忍受了多少年，多少回？将严纣的伤害转移到自己身上。谢谢神，我给你这手环，可不是让你这么用的。我有玉阙宫护体，恢复得快，但他受不了。你竟然也有舍不得一个人疼的时候。你待他究竟怎么想？是我带他来雍血城，让他成为雍血城的弟子，便该负责到底。是该负责，还是想负责？替我照顾好他。他会更希望是你留在这儿。但我不能只为他留在这里。爱上这样一个人，不累吗？师兄，这玉阙宫虽有快速疗愈之效，可严纣的伤非同小可，疼痛也都是实打实的。师兄你为什么要替穆玄灵受下这些伤？你这几天盯着他，觉得他如何？性子乖张，不守规矩。这时过马上就要祭满了，我认为他不适合做雍血城的弟子。记过本。师兄，你这是……我让你盯着他，不是为了记录这些。观人须观心。可他是灵族，没什么不同。或许从他开始，今后的仙盟会有越来越多的灵族同门。人灵矛盾1000年了，师兄想做的事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但人有可能，不是吗？
是。暗族入侵逃窜无踪，下令全城搜索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地方。是。这是谢雪晨的房间。穆玄灵，谢雪晨，我疼。我知道。所以，我没看错。原来，真的是他抱我回来的。原来要死上一回，才能有这种待遇啊！穆姑娘，这是在做什么？是你啊。谢雪晨呢？他去哪了？暗族入侵，身为雍雪城城主，自然要料理公事，是他让我来照顾你的。还以为他不在，你会不高兴呢。我有什么好不高兴的？我也没觉得他应该守着我呀。阿宝呢？送回寝炉了，我怕他吓破胆，用了乐息咒，他睡过去了。早就跟他说了，此路凶险，让他别跟着我，非不听。多谢你了。这玄天门炎咒也没什么了不起，身上这么快就不疼了。你不疼，是因为有人替你疼。雪晨已经将你所有的伤口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。我自己的伤，我自己扛就是，谁要他替了？我找他去。伤口虽然愈合了，可炎咒仍伤及你的内力，还需好好休养。况且，即便你现在去找他，也改变不了任何。欠他的还没还清，又添了一笔新账。他怕不是故意的吧？罢了，慢慢还就是了。有来有往，没准就是一辈子。情之一字，果真如此之重，能使你背逆，趋利避害之天性。于我而言，活着本就没有什么意思，死了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惜。反正本就无人在意。但他用1天的时间，教会了我怎样去快乐，去痛苦。我不会再让你受伤，以后别再说你不痛了。我会带你走，往后的每个司辰节，你都能看到璀璨的烟花。等你睁开眼睛之后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是他让我明白了生死的意义。大哥哥！虽只1日光阴，却足够支撑我在暗域度过10年。不见天日，痛不欲生的日子。
若你为的是那一日，可如今10年已过，他也不再记得。你当真分得清？你在意的是那一日的他，还是眼前的他？是恩情，还是爱意？为什么要分清呢？反正都是谢雪晨，这便够了。就如你视我为故人，为的不也是曾经那一日吗？为一人生，为一人死，还真是令人羡慕啊！可惜这次没能将那暗族除去。玄信赶到的时候，他已消失无踪。也许，是有人把他救走了。倒也未必，也许是那暗族及时附身了他人，才躲过了炎纣。那暗族想要躲过炎纣追索，必须藏到修为高深者的心魔深处。那会是什么人呢？各派的心腹弟子、长老，甚至掌门。雍雪城的防护结界没有任何反应，那暗族是怎么做到毫无声息地潜入的？雍雪城的防护结界，单向法阵是无法入内的，除非有人在城内向城外开启了双向法阵，才有可能让暗族进入。谢城主的意思是，城内有人与那暗族里应外合。尊者可有办法将那暗族查出？倒是有个办法，暗族靠心魔附身，玄天门亦有法门可观道心。我们或许可以一一查验，找出生了心魔的修者。此事不妨交给玄信吧，他自幼道心通明，颇为敏锐。那此事就有劳玄信师弟了。一一查验，恐怕会打草惊蛇。我会以暗族入侵、提前推举盟主为由，请各派于正西厅议决。届时，就有劳玄信师弟在暗中以道法观心，查出有心魔者。那便如此安排。掌门，弟子还想与谢城主商讨一下查验之事。师弟有话想说。是，谢城主。之前那暗族被炎纣所知，待我寻去时，他却没了踪迹。方才掌门提及此事，谢城主神色有异，不知此事是否与你有关？师弟方才为何不问？既然城主不想让掌门知道，那我自当先问清缘由才是。是，此事的确与我有关。我救走了一个灵族，他曾修习魔功，故被炎纣所伤。但他并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暗族。原来如此。那谢城主是否信任他？是，我相信他。既然这样，
玄心知道了。师弟不打算除魔，这倒与玄天门其他修者有所不同。相关善恶罢了。师弟通透。这个房间冷冰冰的，跟他这个人一样。不如我来给你添点惊喜。这样才好看嘛！等谢雪晨回来，应该会吓一跳吧。灵儿，灵儿，灵儿，暗玉，怎么可能？我明明在雍雪城。幻境罢了，不必惊讶。师父，师父，你在暗域，我在雍雪城，你是如何遥隔万里，又避开雍雪城结界，将我拉入幻境的？你素来行事跳脱，爱捣乱，为师为不时之需，便在你的心上种下了一种咒。此咒有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做灵犀。心有灵犀一点通，将你召入幻境，又有何难？所以，师父是趁我不知道的时候，在我身上动了手脚。师父，你我师徒之间还能不能有点信任了？为师认为，信任的前提是你足以令我相信。当日你提出的计划，为师可是字字记得清楚。对于一个不惧死的人，关再久也没有用。师父，不如试试我的方法，救下他，跟着他，亲近他，哄他放下戒备，趁机夺取混沌珠，毁掉仙盟。半日芳华，拿去。现如今，你又兑现了什么？救下他，跟着他，亲近他，哄他放下戒备，不都已经做到了吗？哎呀，你这种避重就轻的话术，就莫要用在为师身上了。你现在花在谢雪晨身上的时间可太多了，多到令我怀疑，你是不是不要师父了？怎么会呢？师父于仙盟刀下救我，传我魔功，给我力量，许我在暗域作威作福，我怎么会不要师父呢？好啊，那你便证明给我看。师父想要我如何证明？混沌珠拿回来，然后杀了谢雪晨。看到你这副表情，师父很是伤心啊。或许我该提醒你一件事：
你修炼的魔功很霸道，必须每个月在暗域用魔气淬体强身一次，中途不能停止，否则就会遭到魔功的反噬。你灵窍破损，根本扛不住，最后会爆体而亡的。难怪师傅当初这么轻易就同意了我的计划，原来是留有后手。底牌就是我的命。怎么？为了那个谢雪晨的命，自己的命不要了？怎么可能？灵族寿命1000年，花花世界，男人万千，我怎么可能为了区区一个谢雪晨去死？不过和他玩玩罢了。师傅放心，我一定会完成任务，夺回混沌珠，杀了谢雪晨。好，师傅等着看。但我一个人着实也不好下手。师傅，赤影和朽仙阁的人是不是都在雍雪城啊？他们在哪儿？让他们帮帮我。你是想让他们帮你，还是想将他们一网打尽呢？师傅若不信我，不如将我的命拿去算了。哎，莫生气。你我师徒10年，只要你完成任务，就什么都不会变。记住，我们生于黑暗，莫要妄想触及光明。这个道理，师父20年前以一臂为代价才换得明白。灵儿，师父也希望你能懂得。去吧，完成任务，师父在下等你。细眼8分亦是假，那就眼足10分啊。半日芳华，拿去。细眼10分，自然是连你也骗了。师傅，还要多谢你把他抓回来，我才能知道，原来他还活着。10年未见，暗域重逢。你好啊，大哥哥。这就是雍雪城少宗主谢雪晨啊。少宗主这番容貌，可谓世间无几，令人过目难忘。我们曾在哪里见过吗？可惜这回依然不是一个好的开始，但没关系，这一次换我来保护你。原来一切都是我的痴心妄想。之间照出你的脸，若心中的泪无人发现，可否还不知疲倦？因心有所念，痴情人不必问长路多远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傅玄灵，我给你带了。人呢？
他走了，是我回来的太晚了吗？他在不在里面啊？穆玄灵，我是来给你道歉的。不行啊，宝倩这么嚣张是会被打的。玄灵啊，今日暗族之事是我误会了你，害你受伤了，对不起。哎呀，也不行，穆玄灵那么嚣张的一个人，他要是看我这样服软，一定会笑话我的。穆玄灵，今日之事呢，我是让你抓到了把柄，但你别忘了，你也有把柄在我手上。今日之事你不说出去，我也不会说出去的，如何？你说呢？你怎么才回来？我在这里等了你很久的。哎，你怎么不问我为何等了你那么久？我现在心情很不好，很想找人发泄。你再不走，我杀了你！你怎么这样，穆玄灵？我是过来跟你道歉的。今日暗族之事，是我误会了你。喏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法器，它是可以唤出美梦来的，送给你了。还有这个，你的剑我也给你捡回来了。今日之事你就翻篇吧，千万别说出去。原来是怕我把你错帮暗族的事儿说出去丢面子。什么道歉？为的还不是你自己啊！穆玄灵，我告诉你，你是有把柄在我手上的。你信不信我把你灵族魔修的事情说出去？说，现在就说，马上就说。你疯了？你不要命了？早点了结也好。你说完没有？说完走吧，别杵在这碍眼。穆玄灵，我只是担心你。姐姐，那个坏女人在门口等了1个时辰，嘴里一直念念有词，在练习怎么跟你道歉呢，看着真让人解气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阿宝，如果有一天我死了，你跟傅兰生去碧霄宫好不好？姐姐怎么会死？你是不是被今天那个暗族伤到了？我现在去给你找灵药。哎，没有，我说笑的。这不是想着碧霄宫姓傅，说不定你爹真在那儿。爹要找，但姐姐也不能死，不能死啊！阿宝，灵族寿数漫长，但终会有死的那一日。我们小阿宝也要学会分离啊！哼，那还要好多好多年呢。现在不讲这些，不吉利。好，折腾一天了，累死我了，睡吧。不能讲死，累坏我了。嘿嘿嘿，睡吧。好。这个穆玄灵真是好心被当做驴肝肺，热脸贴冷屁股。高师妹，怎么了？可是有人惹你不快了？当然没有人惹我不开心了，我可是镜花宫少公主。二位师姐别瞎猜。是，师妹说的是。现在时辰也不早了，你赶紧去休息吧。整日颐指气使的，真把自己当天之娇女了。可不是，说到底不过就是个被灭了门、无父无母的孤儿。若不是师尊宠着，谁瞧得上他？走。雍雪城弟子，剑就舞成这样。那你
你教我啊。好啊。说来仿若前尘曾爱过，若不然，怎认得彼此眼眸？苍夜满阁凭烛观月色，眼睛上盼的云里成说，你桃花面转过，如暖风挽进了缄默，情丝朵朵，千山经过我心默默。紧随我跃进世间的幻火，我心田已你仿若桃花千朵。历经过山长水阔，人谈笑自若，只因情像我，只因你如昨，芳华灼灼。玄灵树开花了。玄灵树能在人界开花，莫玄灵，你也可以。谢雪晨，混沌珠和我，哪个重要？当然是你了。那如果有一天我抢了混沌珠，帮桑琪放暗族入人界，你会杀了我吗？不会，我的剑友不像你。那如果仙盟要杀我呢？我不会让他们杀你的。你这是要与仙盟为敌？那便与仙盟为敌。谢雪晨，你喜欢我吗？喜欢啊，非常喜欢。历经过山长水阔，人谈笑自若，只因情像我，只因你如昨，芳华。真正的谢雪晨不会说这样的话。一场欢喜一场空，终究是南柯一梦。师父，夜已深，不知师父前来所为何事？方才与师兄论道，得知你明日会在正气厅中观道心。正是。使用观心法门，会损耗大量灵力。这是我研制的法印，能助你观心，拿去用吧。可如此一来，便会损耗师父的灵力。你是我一手养大、教大的弟子，我不护着你，护着谁？如今的雍雪城，暗族潜伏，你要先照顾好自己，莫让暗族有可乘之机。多谢师父。想必诸位已知，昨日有暗族入侵，至今尚未救出。如今风雨欲来，选盟主之事，不宜再拖延下去了。今日请诸位前来，便是希望大家提前推举出新任盟主。不知诸位心中可有人选？我的想法依旧未变，我认为镜花宫最适合担当盟主之责。将混沌珠送去镜花宫，
那倒不如省点事情，直接送到暗狱得了。难不成碧霄宫也对盟主之位有意？碧霄宫除了财宝还有什么？难不成是想花钱买通桑启？哼！不知谢城主主意何人呢？我认为，法剑尊者德高望重，是最佳人选。多谢城主举荐，可我并非良选，还请另择他人吧。师兄就不要推辞了，仙盟之中，无人比你更合适。我也认为，法剑尊者德高望重，是我们仙盟盟主的最佳人选。灵觉岛请法剑尊者继任仙盟盟主。倘若是德高望重的法剑尊者继任，我碧霄宫定然心悦诚服，还请尊者继任盟主。镜花宫无异议。既然大家都如此看重，我就不再推辞了。恭贺盟主！之间找寻你的脸，若心中的泪无人发现，可否还不知疲倦？因心有所念，痴情人不必问。